无人机炸机指南，绝大多数无人机其实归宿只有一个，就是炸机。我们也是从无数次刻骨铭心的失误中走过来的。这是大疆刚刚发布的第2代 DJI Mini， 也就是大疆啊，敢把第2代产品做得跟第1代一模一样，也就是大疆没事出新产品，自己打自己。先说说我对这台无人机的评价吧。它能用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开启您的上帝之眼。如果您是入门用户，而且是头一次玩无人机，对于摄影本身呢又没有什么太深入的研究的兴趣，这个是您的首选。您现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或者您理想中的无人机是哪个型号？咱们发在弹幕上。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台小身子大力气的大疆 Mini 2。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猫文。为什么说 Mini 2是无人机的首选？首先，操作它就像玩玩具一样，充满乐趣。说说我喜欢几点啊？第一，首先31分钟的超长时间，长到让你觉得在天空盘旋到你都不知道还能再拍点啥的时候才没电，或者是说您可以放心的一遍走位，拍到自己满意为止。飞机上这个水果是219克，您别忘了整架飞机的重量才244克。这个4个桨叶承载着几乎它跟自身重量完全一样的负担，全速旋转来保持飞机的姿态还有平衡。我们在 Mini 2上放了一个 Insta360 One X， 拍摄完全就像小瓷儿椅子一样。虽然好玩啊，但是我真心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啊，毕竟增高了这个飞机的重心，如果要遇上侧风的话，翻车的可能性就太高了。摔坏了飞机和360，别怪我们啊。第二点呢，就是新的 Mini 2操作的手感好太多了，操控起来呢特别跟手。从之前的 WiFi 图传信号几百米的距离呢，升级到现在 OcuSync 2.0， 达到了号称3公里。图传信号稳定呢，距离还有这个稳定性上增加了整整1个级别。其实民用娱乐的无人机啊，不要求信号的传输有多远，但求信号要稳。谁也不会冒险把飞机飞到这个可视范围远处之外。另外呢，这种小型无人机更大几率是在那种人流或者建筑相对密集的，比如城市周边来飞行，所以希望呢不会被干扰到。所以啊，稳定性的传输让我们倍感安心。遥控器比以前更大了，也说不上是好还是不好，看个人习惯吧。其实我更喜欢前代的那种更轻巧的遥控器，但是新一代的手感还有它超长的电池呢，也让人觉得挺难以割舍的。啊，这个也算不上不足吧。至于它的提升呢，画质从之前的2.7K 升级到4K， 静态照片呢可以拍出RAW格式。其实这本来不是在1代就应该有的功能嘛。这必须强调一下啊，不要被它的外观所迷惑。无人机设计的再 Q 的再易用，它也不是玩具，它有危险，它有使用限制，而且呢操作不好还会给自己或者别人造成损失。第一个呢就是无人机有危险。每一台无人机飞起来都是个会飞的流星锤。你看这个细小的桨叶叶片，在急速旋转的这个电机下边，就是一个切瓜切菜的刀片。一定远离任何人，尤其是小孩子。这个小飞机最高时速几乎跟人类100米冲刺的速度是1倍以上，所以呢，千万不要轻视它的破坏力。第二呢，就是飞机的飞行有限制。飞行限制呢，在澳洲的法律法规基本上跟世界其他国家差不多的。低于250克的这个无人机不得超过120米的飞行高度，不能离无关人员接近30米，而且呢也只能目视飞行。249克这一点要特别注意。Mini 1代和2代机身呢都是249克，但是2代调整为机身重了10克，电池轻了10克。如果您刚好有1代的重一点的电池放在2代的机身里边使用，那您就正好超过了限制的250克的规定标准。第三，无人机飞不好，你会有损失。多数无人机最终的归宿就一个字，是炸机。无论您是人为失误还是外界的影响，反正掉下来基本上就没了。完了，就算是尸体捡回来修，也要承载一大遍维修费用，购买一个新的了。哎，我们现在呢就想说点不开心的事儿，让大家开心开心。我们把这几年我们炸过的机过程还有原因都给您盘点一下，咱们啊防止悲剧在您或者您的朋友身上重演。
的第一炸就是在冰岛海滩上刷锅，也就是做环绕飞行的时候，飞机突然事故，当时我都懵了，我说是怎么回事啊？我都怎么一下就失控了呢？等我最后调整了飞行姿态，然后才发现这个飞机是高速撞在这个石头悬崖上面。在飞机降落以后，你看啊，两个起落架都撞碎了，机身下边的航灯也都撞碎了。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在回放复盘的时候才发现，当时飞机是以每秒18米啊，也就是60公里时速在飞行。原因是当时我误判了飞行和我的距离，因为我当时为了空间感啊，使用了 Mini Zoom 的长焦的变焦，所以飞行的距离呢离我是越来越远，直到这飞机嘣撞山。这有2个幸运之处，大幸。也就是牛逼之处在于飞机的侧避障呢，及时发现了山的这个悬崖，但是呢，由于速度过快，所以飞机呢只能做出大倾角的这种规避动作来刹车。但是毕竟距离太近了，还是侧面和起落架嘣撞在了硬硬山上，最后弹了回来。但是第2个幸运就是在它下落的过程中，螺旋桨并没有失速，所以呢挣扎着恢复到飞行的姿态。哎呀，这个避免的方法就是提前一定计划好飞行路线，反复确认距离，真的是幸运。下次估计就没有这样了。第2炸，有人说啊 ，Mini 没有足够的避障，这是个遗憾。但是 Mini 我们摔了太多次了。但是我觉得品牌有难处，你想，毕竟249克机身下边要塞下那么多传感器，还要控制成本，肯定得做个取舍。我觉得啊，如果说视觉传感器是主动避障的话，那 Mini 2的轻巧的设计呢是这种被动降损的设计。Mini 2只有249克，轻飘飘的机身，而且你扭动一下这个悬臂，你会发现软软的。这种软手软脚的设计，在它失事之后成活率非常高。你看，我们有无数次Mini 1代在草地上乱飞，最后炸机的情况下，但是都无一例外的情况下都生存了下来。倒不是说啊，您可以让它随便的炸机，但是这种轻巧的机身可以减轻您的损失。就这么说吧，只要地面是软地面，不是水泥地、草地也好，还是说那种沙地也好，大几率是没问题的。第3炸跟 Mini 有关，大风就生生把我这飞机吹走了。这就是我在挪威拍摄渔村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一直想着一个画面，就是镜头从我的脸上开始，一直拉到整个渔村。为了防止这个飞机穿窗户的时候呢碰着这个桨叶，我还特意给外边加了一个防护的笼子。可就是这样，刚飞机飞到窗外，我就觉得不对劲，无论怎么打杆，飞机都没反应，都离着我越远一个地方这个飘出去。啊，因为户外的风太大了，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飞机的信号从我手机上消失。啊，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飞 Mini 第1代，就这么这个飞机永远沉睡在北大西洋一个山窝里边。哎，我觉得这事儿的避免方法呢，就是千万不要藐视自然，随时观察天气，尤其是风力还有风向，保持飞行距离。Mini 2代号称是5级风，但是千万不要那么乐观。再说我们第4炸，就是哪怕空旷的千顷良田里边只有1棵独苗，您就一定会撞上来。里边原理您可以问一下李永乐老师。有一次拍摄赛车，整个赛道里边就1棵树；另有一次拍摄的是葡萄园，整片地里边就1根电线。我就跟瞄准好了一样，不偏不斜的，邦就撞在上边。看似是那么巧，但是呢，为什么那棵树在里边？因为在那儿风景好。为什么电线是在那个高度？因为呢，这个高度正合适。哎呀，你喜欢去的地方，别人也喜欢去，所以呢，这都是偶然中的必然。避免的方法呢，就是最好有一个副手去帮你看着现场的环境，随时提醒飞手飞机的位置，还要注意周边的情况。哪怕轻轻的一句提醒，挽救的是一个飞机，还有一个珍贵的素材。当然了，其实我们谁都不想炸机，但是呢，也不是因为怕炸机就放弃了一个观看世界的视角。我们呢，有些方法呢，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第一种呢，就是呢，咱可以新手买这个 DJI Care， 因为啊，根据数据统计，70%的无人机都是新手在买的头1月之内失事的。这样有了 DJI Care 呢，无论是失事的原因，只要您能把尸体捡回来，那就行，这可以 cover 到飞机的损失。这个 Care 的价格差不多飞机的10%吧。这个就跟开车买保险一样，没保险的新车您给新手开，您敢让他上路吗？第二一点呢，就是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在室内或者狭小空间飞行的时候呢，想着给飞机装上笼子，这样的话它的桨叶呢就不会打伤别人。
也不会因为桨叶呢不小心碰到物体而产生这种失速侧翻的情况。第3一点呢，也是最根本的，就是您需要大量的练习的飞行，把飞机飞的就跟您骑自行车一样，本能反应，把这个手上的操作自然的链接成这个大脑里边这个一幅立体的航行的地图，您出故障的这个几率和问题就小多了。这个玩飞机啊，您就是明明知道不作死就不会死，但是呢还会忍不住去追求那个更完美的画面和角度。大家祝我好运吧，希望这次能把 Mini 2飞到它自然退休的年龄。好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无人机这个炸机的好玩的经过，咱也发出来，让大家一起乐呵乐呵。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猫本，咱们下期再见。